今天香港这个地方，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有福了，因为马上就要邀请一个冠军出来，马上就要。目前 VV 的冠军，你说你惨，这个人才真的很惨。不过你相信我，虽然年纪轻轻，当他一承诺出去的东西，也没有跟我承诺，跟自己承诺出来的东西过后，当他一要而已，他就没问题。他从来不会在我们面前说哇很难呢，哇，他就会把全部的责任扛起来。我告诉你，今天他的业绩有多大，他的成绩有多辉煌，他就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和打击，非常了不起，非常年轻。目前 VV 的冠军，飞马领队9。他是谁？请看。一颗贡献的心，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Team Elite Pegasus 9 Effendi， 出生自渔村家庭的他，不曾因家境清贫而自暴自弃，反而能让他不断在荆棘中点燃他内心那股想要寻求突破、寻求爆发的力量。2012年年末，一个毫无考虑的举动，为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变化，因为他认识了 Riwei。Waktu di 2012 November, David Yo, Jolie, mereka datang ke Batam cari saya. Pada saat di sharing, ya, setahu saya hanya membeli produk untuk ibu saya konsumsi. Berkat panduan dari mereka, dukungan dari mereka, ya, petunjuk dari mereka, saya dalam 3 bulan pertama sudah mencapai 1 star, ya 6 bulan ke depannya saya sudah mencapai tim Elite Pavo dan sangat bersyukur di 2015 bulan Juni saya mencapai sebuah sejarah bagi Indonesia, ya, yaitu menjadi tim Elite Pegasus pertama untuk Indonesia。他选择燃烧生命中的火花，照亮黑暗中独自战斗的孤影。以团队的愿景和使命，带领大家迈向光明前程。有请 Team Elite Pegasus 9 Effendi 第一次在舞台上用中文讲解，掌声！等了1个半小时，终于轮到我了。今天老实讲，我本身真的很感恩，很高兴，因为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香港 VV 国际的舞台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我想借用大家的掌声，给我们的创办人林文峰博士一个掌声，谢谢老板。在这里，我想跟大家问个好，所有 VV 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好不好？好像还有8个人没有什么好，来，我们来100%的好不好？给你们本身自己一个掌声。说刚才有看到视频了，再一次的小弟介绍一下自己，我叫 Effendi 啊。印尼的名字，中文叫做郑家豪 ，OK， 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是我阿公帮我写的名字。说，我出生在印尼一个小岛，现在我定期的住在一个小岛叫做巴淡岛，有听过吗？新加坡的隔壁，你们如果坐船45分钟就到了，如果要游泳可以。6个月才到，你们可以选择。说，我本身是出生一个在很普通的家庭背景。刚才在视频有看到了，我爸爸是一个渔夫，
我妈妈是车衣服的，说因为家里的经济的情况很糟糕不好，所以我14岁就要跟我的妈妈去新加坡做非法劳工的捧咖啡的。在20岁的时候，我读完书，我没有进入去高学了，我就去做这些。你们知道做卡片的吗？印卡片的，我就做他的 marketing。所以在22岁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我老爸的朋友，他们进入电话的行业。我看到1个、2个、3个、5个，我老爸的朋友进入电话的行业，他们有赚到钱。我看到有几个老板很成功，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镜子，应该他们如果可以成功，我应该也是可以像他们。所以我就去找方法，我就去打工，我就去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修理电话。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我22岁。说今天我像22岁吗？没有，那个是16年前了哈。说我做修理电话做了1年多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是在一个2个米和乘3个米我每天就是修理电话。我看到很多电话要修理，连我也是没有什么跟人家讲话的。我的朋友就是那个拆螺丝的和那个可以怎样讲那个就是要修理电话的机器啦，连我看到那个时候，你们知道诺基亚的手机吗？西门的手机和摩托罗拉的手机，我看到他们买卖不错，我就看到有商机，应该是可以让我赚到钱，我就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去新加坡，我就新加坡每一个 MRT station， 每一个电话店，我就进去跟他们认识一下，连要买那些二手机人拿去巴淡。放在我爸爸的朋友的店卖，因为我没有能力可以开店嘛。所以这个是一个之前我在传统的这个工作 ，OK。各位伙伴们，你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立威吗？选择重要吗？你们有听过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吗？对，因为如果我们选择是错了。选择错了，我们在我们的行业，我们也是要努力嘛，对不对？可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努力了，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同意吗？说我很感恩的，在2003年，我在新加坡每个电话店，我跑街收二手的电话，在那个时刻我就认识了我们的 Pegasus 4，就是现在的 Mr. Jolie。和 David Yo， 给他一个掌声。说在2003年到2006年，Jolie 和 David Yo 就是批发手机给我的，我就拿去巴淡卖。到了2007年，我就看到，手机好像从香港、从深圳，我还记得深圳的华强北，那边买价钱会比较便宜。大多数传统的生意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哪里便宜我们就哪里买嘛，同意吗？说我就在2007年到2012年尾，我差不多有5年，跟 David Yo、跟 Jolie、跟他的这个 David Yo 的太太，我们有5年很少联络了，可以算失去联络了因为传统是这样的嘛，没有买卖就是很少联络了嘛，对不对？说我还记得2011年的时候 ，Jolie、David Yo 和 David 的太太 Anigo 有打过一个电话给我，阿迪你在哪里？我们会过来巴淡。我就问他，有什么空头我们叫康头有什么罗邦so 他在电话里面有讲过一句话，我有一个生意很好的生意，这个生意有一个很好的产品。讲真的，各位伙伴，如果你在
手机里面你听到产品，你会直接就想到直销和传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找理由闪他们。我讲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做手机，要在修手机，没有空。等一下过几天了，我有空了，我才打给你们好吗？我就找理由闪，可是我闪不掉。1年后的2012年的11月 ，David Yo、Jolie 啊，因为是有我们印尼有一个领导带他直接来我的小小的一个店。那个时候我看到 David Yo 的时候，我吓一跳。你们认识 David Yo 吗？我们的飞马六，他的照片应该是去全世界了。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啊，可以看得出他是有糖尿病患者的吗？他24年糖尿病，整身都坏到完了，好像 Andy 说有讲过，坏到不能用了哈，对不对？还好他今晚没有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大声的分享。说在2011年尾的时候，我看到 David Yo 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我是叫他大哥的。大哥，为什么你变成这样年轻？为什么你这样健康？他就跟 Jolie 啦，那时候还有 Uncle Day 啊 ，Annie Go 啊，然后 David Yo， 他就跟我分享，他20多年的糖尿病，整身都坏到完了，给这个 Petir 就是我们的产品，这条命捡回来了，给这个产品救到了。所以他跟我讲，这个产品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可以配合在印尼开发这个市场，他可以做很大的生意来的。那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只是想到一个东西，我没有想到生意先，我想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很不幸的，在2011年11月的时候，我母亲被医生检查了，中了乳癌，乳癌是第1期的。我陪我妈妈跑了新加坡3个医院，3个医生只是一句话而已：你的妈妈是第1期的，可是恶性的，你不可以再拖了，在1个月里面一定要把它开刀割掉。说没办法，就很紧张了，就2个礼拜后直接动手术，我妈呢就割掉了。一开刀好了，医生讲要化疗，化疗几次？6次，每个月1次。我本身带我母亲进出医院的。化疗第4次的时候，我母亲的身体头发掉到完了，她的重量瘦了15公斤，脸色是黑的，皮肤是干的，连手的神经线也是坏了，手拿不起来了，一直这样。所以我这是很感恩的。当 David Yo、Jolie 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直接想都不想，我100%相信 David Yo 和 Jolie。为什么呢？在电话行业的时候，我不够钱买电话的时候 ，Jolie 和 David Yo 没关系 ，Fendi， 你拿去卖先，他们都敢让我欠，因为我是从印尼过来的，说我清楚，有时我骗他们嘛，对不对？不可能他们骗我嘛，对不对？因为我是开小小的店而已，所以我就立刻的买给我母亲吃，很感恩的。吃第1个月的时候，我母亲就有改善了。第4个月，她的改善完全看到很好的效果。那从那边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有改善了，我开始对产品有信心了。那时候刚刚好，我也是有一个我的兄弟，我的朋友，好兄弟来了，在印尼那边，他的老爸也是马来西亚的医生，已经讲已经不可以了，最多是剩下6个月而已。那时候我产品也是不会解释，我只是拿1罐和我们的产品的说明，我讲这个我母亲吃了很好，给你爸爸吃一下，可以让你爸爸试一下，不是药来的。说我这个朋友也是因为相信我，吃了1个月、2个月、3个月，有很大的改善。从那边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对这个产品。连
你们想知道吗？为何几时我对立威有信心？想知道吗？想知道啊，好像12个人而已咯。想就掌声一下啦。OK， 5年半前，什么是立威？我完全不知道。我每天只会分享不跌好，你看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我就是好像一个销售员这样的销售产品而已。5年半前，什么是立威？我完全不知道。说我几时对立威有信心，就是很感恩的。Jolie 一直的栽培我，一直的陪我，一直教导我。你们知道吗？以前我是怎样开始的吗？想知道吗？Jolie 她要用福建话掺一点华语，就是普通话，教我产品分享怎样分享，教我生意的角度怎样去分享。我要录起来，录起来了，我回去印尼了，我要翻译去印尼文，连在印尼跟我印尼的伙伴、朋友、亲戚分享。连第二，因为我也是没有什么人力的资源，我就是听我们的总裁啦、Dato 啦、IV Korea 他们的卡带。好彩，我们从小是看新加坡的电视，说我的华语是从电视学过来的。我没有读，我不会读，我不会写的，说我只是会听，还会讲。说到这个时刻，我的华语还 OK 吗？如果不 OK， 我就讲印尼文咯。你说我讲印尼文，你全部跑到完。说我就从那边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几时我对立威100%开始有信心，就是2013年3月的时候，那时刻立威国际有办一场表扬大会，在库拉隆坡，就是马来西亚那边。我被邀约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看到3个点。第一个点，我看到，这个公司真的很了不起，它可以教育一群的领导人。那个时候有1000多2000人，全部是穿的大衣、打领带，有 company 有公司的招牌的，招牌是不是？随便啦，你听得懂就 OK 了。OK， 第二点，因为那个是一个表扬大会，我看到前10名上去台上拿奖的，我看到一个驾德士的阿伯昂，现在是我们的飞马2，有来吗？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我看到我们的老大 Simon Wong， 还没有加入立威，是一个破产的，他的皮包连10块都没有。我看到林顺利，有来吗？林顺利，剪头发的也是上台拿奖，也是成功。我看到家庭主妇也是上台拿奖成功。第3点，我又看到我的前面、我的后面、我的左右，印尼人，我算一算不到10个人。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晚，我本身听到的，我感觉到的，我看到一个未来，就是如果产品一样，公司一样，制度一样，对吧？会议一样，老板一样，团队一样，应该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500万的人口，马来西亚3500万的人口，用5年，那时候2013年是公司的第5年。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造就很多人平凡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他们的生活、人生改变和改善，所以就是有那个信仰。我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我也是可以。我就是有那个信仰。说一回来的时候，我就很兴奋的。我就是很有信心的，每天每日跟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分享。说我就是用不到8个月，我就已经成为 Team Elite Bravo。那个时候，2013年，我们的 David Yo 在2013年的6月，他上了飞马，你们还记得吗？
他就是我们立威国际的历史第一个做飞马的。那时候我们的公司在印尼雅加达有办一个 gala dinner， 就是晚宴，5000人。说我看到 David Yo 那天晚上就好像刘德华，全场的5000多人只看中他一个人，穿白衣，不是他的嘴唇白而已，连他的衣服都是白的。所以我就看到很大的希望，哇！我看到哇，真的，他是我的偶像，那我就很兴奋的，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成为他。你们觉得，如果我要像 David Yo 成为飞马，有这样容易吗？你们觉得有这样顺利，有这样容易吗？没有，啊，因为我是一个对直销也好，传销也好，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我是一个传统做工，开一个小店而已，小小的老板，讲传销直销，我完全没有经验。说我是从零开始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太过有那个爆发力，我想成为他们的时候，我就一直找朋友分享。因为前6个月我太容易得到了3星，得到了Bravo，太顺了。第7个月的时候，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啊？销价的问题啊，组织的问题啊，价钱的问题啊。各位领导，你们有碰过吗？你们有碰过吗？说，因为我的梦想，我的期望太高太大了，前6个月就是太顺了。可是第7个月、第8个月，问题一来的时候，我埋怨我的上线，我埋怨公司，我埋怨公司的领导人，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发生？领导人、公司一定要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去找我的亲戚朋友，相信我的人，他们买产品服用，他们投资在立威，所以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你们有碰过这种情况吗？说就是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我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一直埋怨天埋怨地，呀，怪天怪地就对了啦。那时候连 Jolie、David Yo 打电话给我，我完全不要听。呀，我们的 MK 啦、Dato 啦，啊。打电话要跟我见面，坐下来谈分享，看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完全不管。讲真的，5年前我碰到的这些问题，我连老板都骂，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亏欠这些相信我的人进来立威，可是很感恩的，你想。我停差不多8个月，从2013年的7月，我完全100%停止。我真的以为立威这个平台不适合我了，我不要去连累那些相信我的朋友，100%我停下来。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还会站在立威的舞台吗？因为我很感恩。我的上线，立威的最高领导，立威的团队没有放弃我。我的问题，他们通过很多的方法，怎样来跟我见面，怎样邀约我，他们就是用好像18罗汉的功夫就对了啦，就看怎样跟我见面，跟我讲，啊。找一些方法，啊，这个问题是要这样，说很感恩的，因为他们没有放弃我，他们的手伸出来帮我，
我是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真的真的真的，8个月不要做了嘞，真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一个东西，我感觉到Riway这个平台，我有安全感。Riway这个团队，他们很有兄弟姐妹的感情。如果讲单单是买卖产品，我 Fendi 只是一个小小鸟而已啦，小猫而已啦。我不做也是对公司没有什么大影响嘛，对不对？可是连老板达多他们到从上等的管理层到下面，全部很关心，人找回我，跟我分享。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想借用你们的掌声来谢谢Riway和我的领导人 Jolie， 谢谢你们。我又回来了，在那个2014年的差不多7月还是8月这样，呀。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本身给我自己一个机会的时候，老实讲，我的信心还没有100%。当2014年9月的时候，在印尼有一个表扬大会，我又出席了。我看到印尼有2个最高领导，他们是 Monoceros， 你们知道 Monoceros 吗？2个，他们差不多60多岁了。那天晚上，我又给他们激发到了。印尼最高也是 Monoceros， 应该是我可以拼一下，我要敢的设立一个大目标 ，OK， 去fight飞马。所以让我很有信心的对Riway，为什么呢？从在马来西亚的表扬大会到印尼的表扬大会，我看到很多普通人通过这个平台，他们只用了3年、5年，就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经济自由也是得了很大的改善。我就看到一点，Riway这个平台，这些领导人的成功在台上，我们可以复制得到。你们同意吗？因为我在传统打工到我做小生意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老板，在传统生意的老板，为什么他们这样成功？可是他们的成功我复制不到，因为我很清楚，我不是李嘉诚的儿子啊，我不是富二代啊。我算一下，我打工打了10多年，如果我再打工5年、10年、20年，我不可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可以像那些传统的老板这样成功。可是，在Riway，我看到了这个希望，我看到了这个未来。所以你们想知道我几时要fight飞马吗？在2014年的时候9月，我开始飞来飞去了。我跟组织的活动，跟公司的活动。有一天晚上，我回去我母亲的家，她讲：“好啊，你为什么最近又很少在家里，又飞来飞去？你去哪里？”我讲：“最近我又做回那个 Petir， 我做回那个Riway了。”所以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刻，我母亲问我一句话：“那你做了飞马了吗？”我就吓一跳。因为我母亲也是有收集Riway的杂志的哦，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想到，我应该送一个礼物给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也是有来过Riway的表扬大会，她看到很多领导人在台上成功，我相信身为父母的，尤其是母亲，也是要看到她的儿子在台上拿那个奖杯成功，你们同意吗？就是那一刻，我母亲问我：“你成为飞马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用最短的时间fight飞马，给我母亲成为一个礼物。”所以我就跟 Jolie， 你帮我，你教导我，你给我方法。我用6个月的时间，我要fight
飞马给我母亲作为一个礼物。很感恩的，通过组织的配合、领导人的教导，我在2015年3月、4月、5月的时候，我飞马。我2015年6月，我成为了Riway印尼第一个历史成为印尼的第一个飞马。我成为飞马的时候，我想回1、2年前我在Riway碰到的问题，这些价钱的问题啊，组织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组织里面的问题，价钱的问题。我想回，我自己笑，你明白吗？因为以前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想回，我没有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去找答案，我被那个问题影响了，我被那个问题拉倒了。当我做了飞马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2年前那个小问题会变成这样大。因为我本身的格局不够大，因为我本身的目标不够大，因为我本身对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我想回，一些领导人在Riway，我们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制度、同样的会议，他们今天可以在台上成功，应该他们也是有碰到问题嘛，对不对？如果问题可以造成这个生意不可以做，如果问题可以造成我们会在Riway失败，那应该在Riway没有一个领导人会成功，你们同意吗？如果在Riway有领导人上台上成为那个成功的领导人，那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当问题来的时候，他们不看问题，他们找答案。所以我很明白，如果在Riway我们如果要成功，你的梦想越大，你的目标越大，你碰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同意吗？最主要的，当问题来，我们是要我们要成为那个领导人，是找答案的，给答案的嘛，同意吗？我上了飞马的时候，我以为上了飞马，我的目标达了，哇，我的功课已经做完了。原来没有这样简单啊！原来做飞马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组织人越来越多了，顾客越来越多了，领导人越来越多了。我很感恩的，有很多问题让我来学习，到现在的第5年半，我想回那些问题，真的不是问题来的。如果你的目标够大，你的理想，你的怎样讲啊？我们的方向很正确，目标够大，那些问题不是问题来的，同意吗？为什么？如何？我要 fight Riway 第1名，你们想知道吗？我从2016年6月到2015年6月到2016年的12月，Riway 国际在新加坡国内体育场做那个12月的表扬大会。那个时刻，我们的 Pegasus 4丹书店拿第1名，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东西，在Riway，不管你是做了5年，还是你刚刚做了5个月，还是刚刚加入5天，Riway 这个平台很公平的，因为2013年 David 又成为飞马，连有 Victor Tan 也是成为飞马，连2016年之前 David 又是第1名啊，可是2016年给丹书店割弃了。丹书店拿第1名，所以我看到这个机会是平等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割来割去，应该我也是可以，那天晚上，我真的听到一个东西，老板在
总结那天的会议，老板讲一句话：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今天来到立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来立威，我们是要赢的，我们是要立威来赢的。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时刻激发到我了。我看到立威这个平台可以帮到很多平民百姓、普通的家庭背景的人。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给我2年的时间，在2016年12月那个表扬大会，我对我自己承诺，我用2年的时间，我要成为立威的第1名。我就用2017年12个月，我告诉我自己，立威的表扬大会是每3个月1次。我告诉我自己，每3个月1次，我都要上1级。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很感恩的。通过公司团队的帮忙合作，我在2017年我上了4级，从飞马跳到飞马4。2018年，我还记得过年前，我跟老板喝咖啡，我问老板一句话：老板，2018年如果我要拿第1名，我最少要 fight 到飞马几？老板玩弄我，他讲很难讲嘞，因为竞争对手全部都很强，就有一点透露，最少要9还是10 ？OK， 连我就相信老板一句话：如果你要打大的目标，你敢在台上几千人、几万人，你敢喊出来？我就相信老板，我给他骗了。可是我给他骗了，我今天就是我信任他，我真的很相信老板讲的话，我就敢在台上喊出来。我讲，我一定要拿到立威的第1名，真的很感恩的。今年的1月到9月，我从飞马4打到飞马9，谢谢老板。各位伙伴，我在立威这5年，我看到驾德士的也成功，家庭主妇也成功，破产的也成功，啊！我看到他们好像我们的大哥 Simon Wong， 在立威5年而已，可以驾劳斯莱斯。Jolie 7年半前只是一个打工的，现在有2个劳斯莱斯。你觉得我平衡吗？我不平衡。我看到剪头发的也是成功，就是我看到这一幕，让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相信，在印尼也是很多平民百姓，他们90%就是中等下的平民百姓来的。他们有的很勤劳，他们有的读了很高的书可是他们没有机会。我很希望通过立威这个平台，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所以你们想知道吗？为何他们用这样短的时间在立威有这个成就？想知道吗？掌声一下啦！我看到第一点，这些领导人用这样短的时间有拿到这样的成就。第一点，这个公司有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可以走全世界的，它的商机很大的，它这个产品有很大的市场。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业，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也是有产品，对不对？我们做了3年、5年，和有的做了30年，在我们的自己的行业，为什么我们拼了？我们不可能没有拿到，好像这些领导人在立威只是5年的成就，不是我们的行业不好，不是我们自己行业的产品不好，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了解立威这个平台，它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我要问你们，白开水的市场大吗？油的市场大吗？连
我们人类的老化的市场大吗？对，现在医学和未来抗老化只是用干细胞疗法，注射的昂贵，对不对？说新西兰的医学已经看到New Zealand 就是瑞士的医学用注射的成功了，可是又贵又远又时间的问题。说新西兰的医学把它改成吃的，就是我们我们知道的我们的公司的产品 Petir Placenta。说在这里每个领导人，你们有吃过我们公司的产品了吗？你们本身吃的和你们分享出去的，你们感受到的，你们看到的那些见证，我不要想100%这个产品有那样这样好的效果。我讲，如果这个产品单单可以帮到糖尿病有改善，我问你们一下，这里是香港，何况要是开中国，这个产品如果有这个效果，连这个产品在你们的手上，我们想一下，大概这个产品在你们的手上可以做很大的市场吗？可以制造很大的业绩吗？真的，恭喜你们，给你们个热烈的掌声。相信不相信这个产品有这个效果，已经不需要说了，因为我们公司10年只是卖一个产品，我们的业绩已经证明那个效果了嘛？同意吗？说我们看5年前、7年前这些破产的啦，价德士的啦，这个打工的啦，如果有这个好的产品，不对，单单靠他们的能力，每天这样买卖产品，大概他们买卖产品5年可以买到劳斯莱斯吗？不可能的，那个只是一个销售员。销售员就是本身自己有卖，自己才有收入；本身没有卖就没有收入了。所以我看到第2点 ，Leeway 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平台要召集我们成为他的销售员，不是，不要搞错。我看到Leeway这个平台投资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来帮我们建立我们的团队，来帮我们的24个小时为何变成240、2400、24000还是24万的小时一天？当你的组织有10个、100个、1000个、1万个领导人在一起打拼，在你的组织里面，说我们都知道了，Leeway的系统100%都是会议，对不对？说如果我们要在Leeway成功，老实讲，我们不用头痛去买卖我们的产品，最主要的，在每一个会议、公司的会议、组织的会议，你有投资多少人力资源进来我们的系统？说我们有领袖培训会来教育我们的人力，有表扬大会来表扬我们，有最高峰会议给我们的方向，有这个 Pegasus Night 有精英之夜，还有 Gala Dinner，100%就是会议。这个平台要帮助你为何复制你的时间？时间一复制了，我们就是有我们组织的业绩就会自己的复制，我们就会得到非在职收入。你们想吗？想。你们想，好像这些飞马3年后，3个月后，6个月后，你们想成为他们，好像成为一个飞马，想吗？如果想，最主要的条件，你们要相信这个公司。你们要相信这个公司。我看到这个公司，如果我叫我的朋友、我的亲戚进来这个公司，我觉得很有希望，很有未来。因为我看到这个老板，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建立的这个公司的。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产品第1代到现在第6代，6个成分到现在12个成分，他没有起价钱，对不对？第2点，
我们从1月到12月，公司举办的活动、会议，那个不少钱呐，对不对？如果老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这个公司，老实讲，这些钱他可以收在口袋，还是本身自己投资在这些这些 property？ 可是他没有。刚才我们的老板讲了，这些钱是从领导人过来的，他要投资回去给我们的人力资源。再一次的，我们要感恩，谢谢我们的老板。我真的很感恩，在最后这3年，从2015年到现在2018这3年半，我看到在立威，我做了很有价值。为什么呢？在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有一个破产的。Simon Wong 不是你破产的，我的朋友也是有一个。1年半前在咖啡店，我碰到他，他讲我做3种生意，3种生意都倒了还差一点已经爬不起来了。我跟他分享了立威，他来了立威的活动，他看到希望，他只是用1年半的时间，现在也是成为我们的团队的飞马。我看到我有一个电话里面的朋友，就是他以前开一个小小的店，每个月赚不到新币1000块，要养1个老婆2个孩子，还好他的老婆1个而已，每个月够吃够穿而已。3年半前，我跟他分享，他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3年半的今天，他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就是我们的 Pegasus Kacharun，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连我也看到，有很多老板在我的组织，他们已经有生意了，他们的生意也是做得很大了，做得很好了。可是他们因为公司有活动，他们看到了立威这个环境，他这个文化是很好的环境，很好的文化。我有一些团队是老板级的，他看到立威这个平台可以帮到很多人，他们觉得有价值，不是单单为了钱，好像传统的生意有利益才来，没有利益就没有来。所以这些老板也是加入了立威，连其中一个，不止一个，有3个大老板在我组织，他们也是成为飞马了，也是在这边有我们的 Pegasus Sulianto， 谢谢你。你们相信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吗？可以改变一个人变成好，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变成坏，对不对？如果我们每天跟那些喝酒的在一起，我们虽然没有喝酒，可是每天跟他们喝酒，大概我们会变酒鬼吗？如果我们没有赌博的，我们每天跟那些赌博的在一起，我们会变赌鬼吗？对啊，说立威10年了，立威10年了，已经证明一切了。很多平凡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工作，他们以为没有希望了。可是通过立威这个环境，1年、3年、5年，最迟的也是10年，好像 Simon Wong 和 Abraham， 他们得到了生活的改善，也是成功了。这个就是立威这10年制造出来的环境，已经证明了。你们同意吗？各位伙伴们，老实讲，今天我来到香港，我只是带了2个印尼的朋友。我香港有一个小团队，可是因为工作的问题，他们没有时间来听我分享。所以可以讲，我可以讲我不认识你们的。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对不对？从小我们都有梦想，可是当我们进入了做工的行业、做生意的行业，我们碰到很多阻力、挫折、打击。3年、5年、10年，我们的梦想开始没有了，开始没有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敢去想了，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要成功，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行业，我们拼了3年、5年、10年，何况有的拼了30年，我们还达不到我们的目标，达不到我们的梦想。我很希望，从今天晚上这个会场、这个节目，你们会得到一个力量，会得到一个答案，连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进入立威的文化，进入立威的环境，好吗？我相信，如果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每天跟这个团队在一起，你每天穿着立威的大衣，你进入立威的环境和文化，我相信3年后、5年后，你会感恩你自己，你会感恩这个平台、这个环境，让你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同意吗？最主要的，你们要成功，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本身。如果你看到在立威有这样多领导人可以成功了，你如果要像他们一样，我们要跟他们学习，我们要看他们做什么，我们跟不只是单单跟而已，我们要看他们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复制下来。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你们也是可以做到。因为如果你连本身自己都不相信，怎么样让别人可以相信你？同意吗？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3个月后、6个月后、1个月后、1年后，我们在高峰见，好吗？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拜托。OK， 再给 FND 一个掌声哈，必须要给他掌声，真的必须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好不好，或者说，他就算刚才在上面没有讲话，一上来讲大家好就哭的话，我都觉得很好。过去几天我们在跑这么多场，有很多嘉宾被邀请，好去台湾场啊、马尼拉场啊，那些他们会不会紧张？站在舞台一定会紧张嘛，对不对啊？我都跟他们讲，现在 FND 最紧张，为什么？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讲过中文哦。今天为了大家，你这样听认为，他的中文不错嘛 ，OK 啊，听得懂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练习的结果，肯定是练习的结果。要站在这个地方讲他不熟悉的语言，在这么多人面前，他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单单这股勇气，单单这个接受挑战的这种胆量，难怪他是冠军。来，给他一个掌声。的确 ，FND 当时遇到问题的时候，连我都骂。我跟周都一起被骂，在那边，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很保护他的团队，这也是他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非常保护他的团队。当时那个问题的确很大，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些人也是在遇过。不，为什么过后，当他看回，他会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的呢？其实那个问题还是问题。那个问题的大小没改变，你知道什么改变吗？它的大小改变了。当它变大了，问题就变小了。
所以有些人同样的遇到这个问题，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他也遇到这个问题，他成功，你离开，你觉得不能够，你埋怨申诉，跟这个问题本身无关，跟你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变大，一直要不断的寻找一些机会，让自己变大。刚才我讲到，12月29号去新加坡，他有机会把你变大。突然间，你一看到那种大，你转回来看，问题全部变小了，因为你变大了。而你要成功，你必须要变大。